考得不太好，拿了个96分。我要去加州的征兵站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欢迎大家来到征兵官系列第2期视频。咱们书接上回，上一期视频我讲了我是如何被选择成为一名征兵官的，还有来征兵官学校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如果大家还没看过那期视频的话，现在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视频链接在下面的简介里面。征兵官学校一共是8周时间，这8周时间被分成2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3周，这叫 Phase A， 第二部分是4到8周，是 Phase B。今天是一个周末，我的 Phase A 刚刚结束了，即将开始我的 Phase B，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做一个期中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1周到第3周的经历。第一部分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每一周我们都大致做了什么，还有我碰到的一些奇闻趣事。第二部分做一个 Phase A 的总结，还有对于 Phase B 的一些展望和预期。我是2月25号的早上从西雅图出发的，中间经停了一次亚利桑那的凤凰城，飞行时间总共7个小时左右，在晚上到达了 Louisville 机场。非常幸运的是这2个机场都有运通的休息室，于是呢，我就拿着我的免费的运通白金卡，狠狠地薅了2次羊毛，一次早餐，一次午餐。午餐后喝了2杯鸡尾酒，舒舒服服的一觉睡到了路易维尔机场。在飞机上我就注意到了不少穿着比较利落的背着一个军包的小哥哥们，一眼就看出了他们应该也是和我一样要去诺克斯堡报道的军人们。于是下了飞机之后，我就在行李区跟其中2个小哥聊天，确认了他们也是去 Fort Knox 之后，就和他们一同叫了一台 Uber， 我们3个人就坐车到了 Fort Knox。我们在值班室签到之后，那边的 Staff Sergeant 就给了我们人手一张房卡，于是就找到了自己的房间。进了房间的那一刻，实话说，我的感觉是失望的。除了失望，也许还有一点小小的惊恐，因为我进了房间之后看到了2张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灶台，没有洗手间。我在来征兵官学校之前，曾经在 YouTube 上面搜索过征兵官学校的视频，我看到那些视频里面每一个房间都是自带洗手间、自带厨房的，而且是1人1间房。但我看到2张床之后，我心里就不免有些惊恐，心里想着，我不会是要和另一个人一起share这个房间吧？我可要在这里住2个月啊！这就是我的房间了，这边有一个衣柜，这边是另一个衣柜，这边就是我的床，这边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个室友，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最近来征兵官学校的人真的很多，所以说他们只能给我们分到这样子的一个双人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个房间里面带一个厅，2个独立的卧室，厅里面是带厨房和浴室的。OK， 现在床就算是铺好了，我们现在去外面走廊上面转一转，喝水的地方。这个应该是洗手间。Anybody in here？ 好，没人在。洗手间还挺不错的。那我猜这个这是洗澡的地方 ，cleaning supplies。这里是洗衣房。在简单的逛完宿舍之后，我就心怀忐忑的先去睡觉，因为第2天早上8点多要去报到。幸运的是呢，其实我并没有室友，虽然每个房间里面都有2张床，但是所有人都独自分到了1间房间。时间来到第1天早上8点钟，我们去了一个礼堂，开始 in process 过程呢，就是一个处理文件、确认签到的过程。接着听了几场讲座，最重要的一个讲座是 G1 assignment。G1 就是美军的人事部门，他们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在第1天晚上的下班后6点钟左右，人事部门会给我们每一个学生发一封 email， 你必须在这封 email 里面选择你想去的地方，这关系到你接下来3年在哪个城市做征兵官，位置有限，先到先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于是在第1天下班之后，从5点半开始，我就一直坚守在电脑面前，不断地刷新着我的 email。后来在等待了将近1个多小时之后，在7点15分左右，终于收到了他们的 email。因为我在来征兵官学校之前，已经想好了几个想要去的地点，一是西雅图，2是洛杉矶，3是纽约。最后在短暂的权衡之下，我选择了洛杉矶。填好资料之后，我就迅速的把 email 发回给了 G1， 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我手速够快，可以打败其他的人，让我选到洛杉矶。剩下的周2、周3、周4都是各种各样的讲座，基本没有学关于征兵的知识。中间我们征兵官学校的校长是个 Colonel， 一个上校也来做了讲话。后来 USAREC 美军征兵部的老大是个2星将军，也来给我们做了讲话。他告诉我们，现在征兵是美军最高优先级的事情。他发表完讲话之后，我也逮着机会举手问了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 Magny 还会不会重新开启。他回答我说，这并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情，只有美国众议院才能决定是否重启
Miami 计划，在目前呢还没有这样的讨论。如果我听说了 Miami 会重启的消息，我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在我的频道里面和大家更新。好，那么周五呢，我们就是等来了 G1 的 Simon， 他们人事部门再一次回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所有学生1对1面谈，谈我们接下来会被分去哪里。果然我手速够快，我们总共150多个学生，我的排名是第25名。于是在我进去面谈的时候，洛杉矶的位置都有空缺。家人们，恭喜我了，我要去加州的蒙特利公园征兵站了。6月份以后，如果有小伙伴在 LA 地区，欢迎来 Monterey Park 找我面基。以上呢就是第一周的行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知道了我将要去哪里做征兵官。好，时间来到第2周，周一早上我们终于开始了征兵官学校的课程。在这一周里面，我们详细的学习了 Basic Enlistment Eligibility 美国陆军入伍的基本要求，以及在不符合要求的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拿到 waiver 来加入美军。第2周我们考了2个考试，第一个考试非常简单，第2个考试相对难一些，有不少人不及格，于是他们得重考。但是我呢，2个考试都考了100分。我们华人应试的天赋啊，真的是没得说。第2周的周五呢，陆军部长 Secretary of the Army 来我们教室进行视察。陆军部长，国防部第2号人物，是一位中年女人啊，气场非常强大。我们 USEREC 的2星将军陪着他一块过来的，他讲了一些激励我们的话，给我们打鸡血，加油，他就走了。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啊，征兵这件事情在陆军里面确实是一件最高优先级的事情。第2周呢，大致也就是这样子，考了2个重要的考试，我都过了。第3周开始，我们更多的是学习一些 marketing 的技巧，还有就是如何做面试，也讲了讲如何带领，还有照顾一个刚刚加入美军的新兵。在周4的时候，我们考了一个 ACFT。美军的体能测试，本以为这周马上就要平淡的结束了，结果在周4的晚上，让我体验了一回人生第一次遇到的事情。Your attention, please. A tornado warning has been issued for Fort Knox and the local area. Implement your tornado plan and take shelter immediately. 家人们，我从小在沿海城市长大，来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大多去的是大城市。这龙卷风我是真的一次都没有遇到过。在警报响起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所措，还是我隔壁的同事们都醒了，在挨个敲门，让我们下到地下室去。不过呢，这个警报在20分钟左右就解除了，这龙卷风也没有刮到我们基地来，所以也算是幸运的躲过了一劫，也算是非常神奇的经历了。回到房间之后，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最后在1点多才睡着了。不幸的是呢，第2天早上我们有个期中考试，并没有因为前一天晚上的 drama 而延期，我们还是如期进行了考试，考得不太好，拿了个96分。于是 Phase A 呢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1周感觉非常的长，因为一直是各种不同的讲座，讲座完了还会焦虑，因为心里一直会想着自己到底能不能分去想去的征兵站。第2、第3周的时间又过得特别快，因为每天都是满满的课程，学到了非常多东西。我现在意识到，征兵官这个职业在美军当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介于平民和军队的一个枢纽。你工作的地点并不是在军队里面，而是你需要尽可能的去融入市井生活当中。你做的事情和军队里面的一些工作也完全不一样。与其说是个军人，不如说更像是一个 salesperson， 一个销售，就要把军队的理念、军队的好处让更多的人了解，让更多的人知道。好比说，很多人至今会认为当兵就是24小时在军队当中，连睡觉都穿着军装睡觉。朋友们，那不是在当兵，那是在坐牢。作为一个征兵官，我们的工作就是得去消除这些 misunderstanding。我以前刚当兵的时候，我就总觉得我的征兵官就是坐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的，天天生活的特别舒服。当我自己学了这些知识之后，我才意识到他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好，那么这就是前3周的一个总结，剩下还有5周，接下来5周都是慢慢的进入一个实操的阶段。我们会在课堂上分成小组练习打电话的技巧，还有一些面试的技巧，还有包括演讲的技巧。因为我们有可能会去一些大学或者高中去给学生们做一些演讲。在毕业前的1周，我们会去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征兵站去做一个实战演练，让我们切实的感受一下我们到了自己的征兵站之后，我们每天生活的常规是怎么样的。好的，这期总结就到这里。我在课程结束之后会出第3期视频来总结一下 Phase B 的行程和感想。大家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拜拜。Shout out to Sergeant Hudson， 他是个典型的美国南方红脖子，特别喜欢橄榄球。他是我同桌，人特别可爱。这段话是他逼我说的。